裴言，放过我！陆婉晴，今晚你就是死，也得给姑死在床榻上。你娶我是被逼的，我让位还不行吗？我把这太子妃的位置还给秦桑桑，我们现在就签和离书。和离？你记住，皇家只有丧偶，没有和离。那你到底还要我怎样？在你眼里，我这个明媒正娶的太子妃，难道连青楼里的娼妓都不如吗？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你若是走了，桑桑日后身子不适，谁替她成婚？那些姑不舍得让桑桑受的苦，谁来替她受？原来我明媒正娶的凤冠霞帔，只是你给秦桑桑挡在的红布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桑桑今日诊出了喜脉，接下来的10个月，她替姑生下嫡子，你替她承欢榻下，开心吗，太子妃？疯子，裴言这个疯子！想跑，喝了这碗避子汤，你才有资格做桑桑的替身。你装什么死？这不是避子汤，是千机毒。秦桑桑他要我死，裴言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不要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我竟然回到了4年前意外落水那日。云禾，爹爹呢？老爷请了宫中的贵人，正在正厅议事，不知是……快，带我去！前世我为了偷偷去见裴言，落水高烧，爹爹为了我用兵权跟太子换取赐婚，最后被困京城凄清度日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让爹爹为了我再受罪。裴野这个火坑，我也绝不会再跳一次。爹爹，我不要入宫！裴野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临死前他对我的羞辱，还有他亲自为我喝下的那碗毒药，那5脏6腑都被侵蚀成血水的剧痛，我永生都不敢忘却。为什么裴言会来？难道爹爹已经入宫求了赐婚，我还是晚了一步？青青，你并未痊愈，跑这么急做什么？臣女不知殿下到访，失礼闯入，请殿下恕罪。起来吧。陆将军，姑不请自来，冒昧了，请勿怪。只是陆将军派人入宫，邀请云恒来陆府商谈婚事时，姑恰好也在。以前只当陆家小姐尚未婚配，而云恒也一直在外打仗，竟不知他们2人何时居然有了婚约。殿下言重了，云恒骁勇善战，智勇无双，末将颇为欣赏，便只是在军中打仗时跟他口头许了亲事，双方尚未交换庚帖，算不得正式婚约，因此京中并无人知晓。那今日便是要正式定亲了，所以陆小姐愿意嫁吗？裴燕平日里明明逼我如蛇蝎，管我做甚？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不说话了？陆婉晴，姑在问你，你究竟愿不愿意嫁过去？与其重蹈覆辙做皇家的一具枯骨，不如赌上一把，做将军府的当家主母。裴云恒是云家的遗孤，被陛下赐了皇姓，13岁就跟随我爹爹去沙场打仗，文武双全。爹爹其实十分中意他，前世是我倾心太子。爹爹今天请他来，原本是要退婚的，没成想却被裴野误会成了定亲。爹爹手握重兵，我若是不嫁给皇室中人，陛下定会忌惮。为了保全爹爹，嫁给裴云恒是最好的选择。臣女愿意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愿意？太子殿下耳聋了吗？我说，我愿意嫁给裴云恒将军。好啊，好得很。陆婉清，京城里谁人不知你心悦于姑，不可自拔。为了姑，你连女儿家的廉耻都不要了，名声早已烂透了。这京中的世家公子，谁敢娶一个满心都是姑的疯女人？也就只有云恒将军这种常年在边疆吃沙子、没见过女人的粗鄙武夫，才会把姑不要的破鞋当成个宝贝接进门。原来他竟然在我没嫁给他之前，就这般厌恶我了。太子殿下当真好气度，为了轻贱臣女，连天家的体面都不要了。殿下慎言，从前只当陆小姐体弱多病，今日听来，陆小姐敢爱敢恨，磊落坦荡。
倒正是配得上我将军府的当家主母。哼！殿下眼中的气律，恰是我裴云恒求之不得的稀世珍宝。只是不知，陆小姐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心里那翻篇的旧账可全清了？太子殿下，从前是臣女眼盲心瞎，错把朽木当良材。今日当着皇天后土，我陆婉清立誓，从此与太子裴也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若日后我对太子再有半分非分之想，便叫我陆婉清万箭穿心，死无全尸。陆婉清，你敢拿死来威胁姑？我的未婚妻有何不敢？小姐，您跑得也忒快了些，奴婢都没追上呢。今日的义气汤做好了，奴婢这就派人送去给太子殿下。奴婢拜见太子殿下。闭嘴，把那恶心的东西端出去，喂狗。哼，喂狗？陆婉清，你用毒誓欲擒故纵，又用补汤暗送秋波，你这死缠烂打的戏码，当真让姑觉得滑稽。为了弃姑，宁愿随便找个武夫嫁了。好啊，你愿意作践自己，姑成全你。但你记住，日后你就算跪在东宫门前把头磕破，姑也绝不会再施舍你半分垂怜。青青，你还好吗？爹爹，我终于摆脱他了。快来人，拿我的将军令牌去请太医。小姐，这义气汤当真不给太子殿下送了吗？拿来，我喝。这汤里放了极其珍贵的灵芝、人参，给裴爷喝就是浪费。给我这从娘胎里就身体不好的人喝更好。小姐，您是在为那日落水之事跟太子赌气吧？那也犯不着答应嫁给裴将军的。奴婢怕您日后再后悔，不好收场。后悔？云禾，你以为太子只是没有重罚秦桑桑吗？那日我被秦桑桑推进冰湖，裴也就站在岸边的亭子里，他不是没看见，他只是在一边冷眼看着我在水里挣扎求生。秦桑桑的哥哥是他的伴读，秦家是他要拉拢的权臣，在他眼里，我陆婉英的命连他铺路的一块垫脚石都不如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小姐，您从前爱太子爱的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您当真能放下吗？我能。曾经我以为只要掏出整颗心，哪怕是块冰也能武化。现在我懂了，茅坑里的石头就该让它烂在茅坑里。总结一句：珍爱生命，远离太子。哼。裴云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看看我未来的夫人，顺便带了城南老字号的青梅。夫人，赏脸吃吗？吃。小姐使不得，未出阁的女眷在后院私会外男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您的名声可就全毁了。怕什么？是他堂堂大将军自己翻墙送上门的，他连脸都不要了，我还在乎名声？5日后，128台聘礼，我会亲自抬进陆家大门。今日是我给你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，但只要5日后，我的聘礼过了这扇门，陆婉清，你这辈子就是我的人了。吃吗？吃。裴云恒，吃了我弟的梅子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日后你若敢负我，我定亲手要了你的命。现在我是你的人了，日后将军府连人带库房，连带我这条命，全凭夫人做主。这青梅真甜，我爱吃，日后就常买这一家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小姐，您快看，是太子殿下生辰宴的请帖，这可是京城贵女们挤破头花千金都买不到的入场券啊！殿下竟然派人主动送到了咱们府上。小姐，奴婢懂了，太子殿下定是这2天没喝到您的汤，慌了神了。这请帖分明就是他在向您低头认错呢。您这招欲擒故纵简直绝了，把太子殿下拿捏得死死的。真是没想到，裴云恒的下聘还没送来，裴野的请帖居然先到了。怪不得，我说呢，明明5日后才下聘，裴云恒那家伙怎么昨天就急匆匆的来找我了？感情他是提前收到了风声，怕我今天收到这封请帖之后会反悔不嫁给他。亏他昨天还装得那么大度，
说什么给我后悔的余地？哼，真是心机啊！小姐，您方才盯着请帖，竟是在想这个？不然呢？那太子的生辰宴，您是不打算去了吗？当然不去。你瞧瞧这上面写的，戌时呢。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入睡了。哎，我现在这副身子骨最是金贵，晚睡一个时辰那都是在折寿。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宴会，我也不去。熄灯，睡觉。云禾，陆婉清，别喊，是我。开门啊！你衣衫不整的跑出去，是生怕全京城的人不知道，当朝太子夜探了你的香闺。太子殿下深夜翻墙做贼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姑的生辰宴，为何不来？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从前臣女跪在东宫门外求着给您贺寿，您让人将臣女的贺礼扔进泥里。怎么，今日臣女不去碍您的眼，殿下反倒来兴师问罪了？放肆！你，姑不跟你计较。那汤呢？你已经2日没给姑送汤了。殿下莫不是喝醉了，脑子不清醒？臣女过些日子便要定亲了，再与殿下送汤，与礼不合。今日时辰也晚了，还请殿下早些回宫吧。姑给你10个胆子，你敢嫁？陆婉清，你适可而止。这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还想玩到什么时候？为何真就不追姑了？他从前不是烦我烦得要紧吗？如今我不追了，不正合了他的意？青青，乖一点。欲擒故纵玩1次可以，玩久了就没意思了。殿下，从前我像条狗一样跟在你身后，你嫌我烦；如今我如你所愿滚得远远的，你又觉得我在欲擒故纵。怎么，全天下的女人都得围着你转，才对得起你这太子之尊？陆婉清，你简直不知好歹！殿下，我说过的，日后若再纠缠殿下，便不得。陆婉清，你要知道，让姑低头1次已是你的福分，不可能会有第2次。臣女自幼身子骨弱，福薄，担不起太子殿下的福气。这份天恩，太子殿下还是留给尚书府家的秦桑桑姑娘吧。你们2人，一个爱施舍，一个爱捡破烂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搞了半天，你闹了这么多天，是因为桑桑吃醋了？桑桑兄长与我交好，他也自幼伴着我长大，理应得太子妃之位。你就算吃醋，也该有些分寸。罢了，姑会向父皇请旨，这东宫的侧妃之位，独你一人。这下你总该满意了。至于裴云恒那里，你自己处理。姑不想再听到你和他有任何牵扯。我跟他的婚约不会取消。太子殿下凭什么觉得臣女会放着好好的将军正妻不做，去做一个区区的太子侧妃？你真当全天下女人都和秦桑桑一样，把你的恩赐当成宝？我陆婉清这辈子宁做寒门妻，不为高门妾，这福气我要不起。陆婉清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竟敢拿裴云恒来和姑比！路是殿下自己选的，脸也是殿下自己凑上来丢的。怎么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难道太子殿下还要晕尊降贵，跪下来求着臣女嫁给你不成？还以为我未来夫人是朵娇弱的白莲花，没想到是朵带刺的食人花。小嘴挺毒，倒是挺能扛。方才在暗处，我都替太子捏了把冷汗。我本来还以为太子开出那么优渥的条件，你会就这么从了他呢。你们皇家的人是不是都有翻别人家窗户的癖好？真把我陆家当成自家后院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明日我就让爹爹把府里的守卫全换成带刀护卫，放2条恶犬专咬你们这些夜半翻窗的贼。换守卫大可不必，放眼整个京都，能防得住我的也就只有你爹了。再说了，太子翻窗那叫采花贼，我翻窗这叫提前来视察我家夫人的闺房。别贫嘴，深更半夜，你堂堂镇国大将军躲在我的房里做什么？当然是来保护我未来的夫人了。那日我便看出他会后悔，不亲自盯着，我放心不下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早些休息吧，养好身子。等我抬着8抬大轿
上门娶你。小姐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太子殿下近日频繁来往秦家，马上就要跟秦桑桑定下婚事了。秦家现在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，您怎么还吃得下呀？急什么？他跟秦桑桑本就是青梅竹马。去库房挑2挂响点的鞭炮给他们送去，祝他们2个锁死，别再出来祸害别人。小姐，您才是未来的太子妃啊！如今秦桑桑要踩在您头上了。太子妃？谁稀罕这晦气的位置？秦桑桑他哥手里捏着铸币权，他爹是吏部尚书。裴爷娶的哪里是秦桑桑？他娶的是天下官员的任免权和都城的钱袋子。既然他全是为了权势，可前2天夜里，太子殿下明明还拉下脸来求您给他当侧妃，那叫既要又要，贪得无厌。他既想要秦家的权势来稳固江山，又舍不得我这个曾经满眼是他的免费血包。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小姐，您跟太子这么多年，您心里当真一点都不难过了？云禾，太医交代的话你全忘了？延年益寿第一宝，少管闲事，不过脑。没打算再有交集的人，多想1分都是对寿命的浪费。从今往后，东宫的人就是死在我门前，我也绝不看一眼。小姐，奴婢掏窍去瞧了，好大的排场呢！裴将军这是把半个京都的奇珍异宝都搬空了吧？外头的百姓眼睛都看直了。他们说这哪是下聘，这简直是搬了一座金山来娶您啊！前几日是谁还怕我得罪了太子，愁得吃不下饭？这会儿看见聘礼，就倒向裴云恒了。小姐，奴婢也是为您高兴，可夫人走得早，老爷又在边关，成亲这么大的事，连个替您张罗的长辈都没有，奴婢是怕您受委屈啊。委屈？只要我陆婉清不点头，这世上就没人能让我受委屈。长辈不在又如何？我的婚事，我自己做主。走，去珍宝坊，本小姐要亲自挑一副官爵京都的凤冠头面，风风光光的嫁进将军府。店家，这就是你们珍宝坊最好的东西，大红大绿，俗不可耐。哎呦，陆大小姐，这您可就冤枉小店了。真正的好东西哪能随随便便摆在明面上？孤品自然有孤品的规矩。少在本小姐面前卖关子，有什么好货直说。实不相瞒，小店后堂里正珍藏着一套绝世的凤冠头面，那价值寻常百姓怕是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看本小姐像那买不起的寻常百姓吗？不像，自然不像。姑娘请随我来，咱们去后堂看看样式。小姐，小姐，掌柜的你干什么？快放我家小姐出来！开门！店家，你这唱的是哪一出？陆婉清，你赢了，你成功把顾逼疯了。裴爷，放开我！顾做不到，原本以为能冷眼旁观，但顾根本做不到。你是顾的，他裴云恒算个什么东西？顾现在就去杀了他。殿下尊贵，何必在这对一个臣女纠缠不休？青青，你闹够了没有？
你做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要姑的一句承诺吗？只要你点头，秦桑桑算什么？东宫正妃的位置，姑给你！别嫁他，嫁姑。嫁你，为了当一颗你为了稳固权力的棋子，然后被你随手扔进泥潭里吗？你想要什么，姑全都给你！只要你点头，正妃之位，姑现在就给你。正妃之位，前世我卑微如泥，求而不得的尊位，如今在他眼里，竟然成了一件可以随手施舍，用来挽回他面子的筹码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殿下的正妃之位，臣女嫌脏。嫌脏？陆婉晴，姑给你的体面你不要，你非要嫁给裴云恒那个废物！姑得不到的东西，宁可毁了，他也休想沾染半分。姑今天就是绑，也要把你绑回东宫。将军，放开他，否则本王现在就废了你这身事。裴云恒，你竟敢拿剑指着当朝太子！你当真以为凭你手中这柄破剑，能从姑的手里带走他？你可以试试，是你的动作快，还是我的剑更快？云恒，把剑收了。为了这种人脏了你的剑，不值当。太子殿下，私自纠缠臣子的未婚妻，这件事情如果传了出去，怕是不好听吧？裴云恒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陆家养的一条狗，要不是陆家撑腰，你连跟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殿下错了，云恒不是谁的狗，比起只会躲在皇权背后狂吠的懦夫，他才是我陆婉清亲自选定的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。而殿下你，空有储君之尊，却心胸狭隘。哼，脱下那身明黄的皮，你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殿下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真像一只街头抢食失败的丧家之犬。夫人，我们走。疯狗乱吠，别脏了你的耳朵。懦夫！你竟为了一个血统不明的野种骂姑是懦夫！陆婉晴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好一个盖世英雄，好一声夫人。裴云恒，姑得不到的，你们谁也别想得到。想风风光光的大婚，姑会让你们的大婚变成丧礼。小姐，这可是裴大将军今天一大早亲自去城郊山头摘下送来的，您尝尝，甜不甜？酸甜爽口，难为他有这份心。哟，马上都要做新娘子了，竟沦落到只能坐大门口啃野果子。太子殿下今日赏我的可是西域贡果，姐姐若是眼馋，妹妹赏你几颗。尚书府的教养真是让本姑娘大开眼界，不请自来也就算了，还要在别人家大门口乱吠，真是晦气。陆婉清，你少在这装清高，放着尊贵的太子殿下不要，偏去嫁个粗野莽夫，简直是自甘下贱。陆姐姐身体不好，这成亲可是体力活，可别拜堂拜到一半人就咽气了。
敢打我！我是未来的太子妃，殿下绝不会放过你的！那你还不快去跟你的太子殿下告状，别在这里碍我的眼。殿下，您可要为臣女做主，那陆婉清简直是疯了！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臣女处处维护殿下，他却直接动手。陆婉清打臣女的脸，这分明就是在打殿下您的脸啊！你去找他了？臣女只是听闻他要大婚的消息，心中替殿下不值。他凭什么弃殿下的恩宠于不顾，去选那个粗鄙的武将？替姑不值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去他面前乱吠？就算他陆婉清再怎么不识抬举，那也是姑看上的女人。你这种上赶着倒贴的贱骨头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，再敢自作主张动他一下，姑剥了你的皮！滚！青青，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但姑就喜欢你这副驯不服的样子。堂堂一品将军，整天翻窗入室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你的将军威严还要不要了？脸面哪有夫人重要？来，先把这调理身子的药膳吃了。听说夫人今日在府门前一巴掌把尚书府的千金扇飞了。怎么，裴将军这是来兴师问罪，替他讨公道了？我讨什么公道？我只心疼夫人的手打痛了没有。我裴云恒的女人，别说打个尚书千金，就算你今天扇了天王老子，我也照样给你兜着。只是夫人记住，下次这种脏东西交给我来处理，别脏了你的手。谁是你夫人？还没过门呢，别瞎讲。迟早的事。再吃一口。小姐，裴将军，不好了，宫里来人了！宫里来人，所谓何事？陛下下达了圣旨，召小姐和裴将军3日后入宫，一同前往围场参加皇家秋猎。皇家秋猎历来阴谋丛生，裴燕前2日在珍宝府丢尽了脸，这次秋猎，他必然会在猎场设局动手，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既然他把刀都架到我们脖子上，那这秋猎，我们就陪他好好玩玩。哟，我还当是谁呢？一个走2步路都要喘的病秧子，竟然也敢跑来皇家猎场。陆姐姐，这猎场上可全是凶禽猛兽，你连张最轻的木弓都拉不开，跑这儿来，是打算用你那副娇弱的身子去喂狼吗？就是，手无寸铁也敢来凑热闹，简直是丢尽了京中贵女的脸面。谁敢在背后议论我裴云恒的夫人？夫人，这是陛下御赐的西域寒玉弓，弓身轻巧，你拿着随便玩，全当是个解闷的摆件。我带夫人来猎场，是来寻开心的。她想要什么猎物，本将自会双手奉上。至于她的安全，本将自会贴身护卫。倒是秦姑娘，你若是再敢对我夫人狂吠半句，本将的剑不介意在进林子前，先拿你的脖子开开刃。林子里的死尸都埋伏好了吗？殿下放心，天罗地网，连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传姑的令，今日秋猎，不猎糊涂，只猎挡道之人。姑要裴云恒在林子里万箭穿心，用他的血来染红姑与青青的大婚喜服。婉清，林中危险，你就在这营帐旁休息，
千万不要乱跑。等我回来。青青，别等了，你的战神现在估计已经被孤的死士乱箭射成刺猬了。这世上能护着你的人已经死了，跟着孤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太子逼良为父，说裴将军已死，这大钱的天下马上就是他的了。若臣女不从，便要杀人灭口！救命啊！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给孤闭嘴！畜生，你在干什么？混账东西，朕还没死呢，你就急着在猎场里称王称帝了？你真以为这大钱的江山现在就是你做主了？给朕滚回营帐去，闭门思过。秋猎结束前，你若敢踏出营帐半步，朕就废了你这个储君！滚！是，儿臣遵旨。青青，把手给孤，快！只有孤能救你。裴爷，我陆婉清今日就算粉身碎骨，摔死在这万丈深渊，也不用你救我。婉清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快回答我。我没事，云恒，别担心。好啊，本将只不过离开半个时辰，你们就敢把杀手下到我夫人身上，秦桑桑这笔账该算了。启奏陛下，此乃臣在金马的马鞍内侧发现的风马伞，而这一包是臣刚刚从秦姑娘的侍女身上搜出来的，2包药粉一模一样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臣女只是一时糊涂，并没有想要害死陆姑娘。殿下，您救救我！臣女都是为了……父皇，儿臣不知秦氏竟如此歹毒，竟然在秋猎大典谋害朝臣之妻，请父皇严惩。放肆！简直无法无天！传朕旨意，桑桑心术不正，意图谋害，即日起贬为庶民，终生禁足府中。秦尚书教育无方，降职2级，罚俸1年。陛下饶命啊！殿下救救我！秦桑桑，前世你害我落水高烧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今天我先从你身上收点利息。陆婉清，你宁死也不愿要孤的手。既然明的不行，那孤就用权谋，逼你们陆家彻底就范。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如今边境叛乱未平，战火不断，急需骁勇善战的良将前去平叛。裴云恒将军文武双全，威震八方。儿臣认为，唯有派裴将军即刻领兵出征，方能保我朝江山无虞。启奏父皇，儿臣附议。裴将军战神之名威震四海，若他出马，敌军定闻风丧胆。太子皇兄此举，真乃为国为民的妙计啊！裴爷啊裴爷，你想把裴云恒支走好抢女人，本王正好借机在半路做掉他，顺便栽赃给你。启奏陛下，臣愿意领兵出征，保家卫国。不过，臣与陆家小姐的成亲之日近在面前，臣恳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先完婚后出征。如此，
臣在沙场上才能毫无后顾之忧。臣要用边关叛军的项上人头来做臣大婚的贺礼。好，找一个先取其后杀敌，这才是朕的大前第一勇将。朕准了，7日后大婚，4日出征，朕要亲自在城门为你敬这一杯出征酒。臣领旨谢恩。裴云恒，你真以为父皇赐了婚，你就能如愿以偿的把陆婉清娶进门了？怎么，太子殿下还想在喜宴上讨杯酒喝？7天，裴云恒，7天的时间足够姑给你们陆家准备一副上好的红木双人棺材了。你猜7天后，陆婉清是穿红嫁衣还是穿白丧衣？没有内务府的这些大婚礼器，他陆婉清就是个连叫花子都不如的笑话。看着吧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就会像条狗一样跪在姑这东宫的台阶上，哭着求姑赏赐他。只要你陆婉清今天跪在姑面前求饶，姑或许还能赏你一个体面。青青，你终于舍得来见姑了。只要你现在跪下求姑，那些嫁……裴爷，你少在这里白日做梦！先帝御赐免死金牌和打王鞭在此，上打昏君，下打佞臣。当今圣上御赐的军婚大礼，你这东宫竟敢私自可口，视同蔑视圣意，等同谋反。裴爷，我看真正想造反的人是你。陆婉清，你放肆！你少在这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这里是东宫。别说是东宫，今天就算是金銮殿拦我陆家出嫁，我照样砸烂它。陆府上下听令，给我砸！把属于我陆家的东西连本带利全给我抢回来，一件不留。是，给我搬！陆婉清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好，很好，陆婉清，你有种。等你大婚之日，姑就用谋反的罪名送你们全家上路。三殿下，别来无恙。本王当是谁？一个被父皇下令终生圈禁的废棋，竟敢冒着凌迟的死罪跑出来？怎么，裴爷不要你，你想来给本王暖床？殿下说笑了，臣女可是花光了秦家最后一点暗藏的金条，买通了看守，才从那禁足的死局里爬出来见您的。连他裴爷那般蠢货也能当太子，殿下谋略过人，难道想一辈子都被他踩在脚下，当个任人宰割的贤王吗？秦桑桑，你想找死？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。殿下，裴燕如今为了陆婉清那个女人，早已失了分寸。5日后，陆婉清和裴云恒大婚，那天全城瞩目，所以防守也最是空虚的。如果我们在那天刺杀裴云恒，并伪造陆家与裴野勾结谋反的证据，这不仅能除掉裴云恒，更能一举击垮裴野。哈哈，好一招借刀杀人，釜底抽薪，最毒妇人心。秦桑桑，本王真是小看你了。这笔交易，本王做了。5日后的大婚，本王要用裴云恒的命、陆家的满门、裴野的太子印来酿本王的清宫酒。陆婉清、裴云恒，我要让你们的成婚之日穿着红衣下地狱。秦桑桑，你还真是贼心不死。三皇子想借刀杀人，秦桑桑想借尸还魂，这俩蠢货的算盘打得我在陆府都听见了。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们就给他们演一出引蛇出洞。夫人聪慧。陆府内外，本王已布下3000最精锐的铁血暗卫，只要大婚当日，秦桑桑和三皇子的刺客敢踏进陆家半步，本王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他们敢在咱们的喜宴上见血，本王就用他们的酒足来给咱们的红毯铺路。好，大婚那日不仅要杀尽刺客，我还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，把三皇子谋逆的铁证甩在皇帝的脸上，将这群人渣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。青青，5日后的大婚没有凤穿牡丹的太平，只有刀光剑影的杀戮。这场见血的喜宴，陆大小姐可敢嫁我？有何不敢？将军的出征酒，我亲自来到。
青青，等过了这关，你就是我真正的妻子了。启禀殿下，探子来报，三皇子那边有异动，他们计划在大婚当日动手。殿下，我们要去阻止三皇子吗？阻止？姑为何要阻止？老三既然愿意当这把刀，姑就让他把裴云恒剁成肉泥。殿下的意思是，鹬蚌相争，姑要当那收网的渔翁。等裴云恒那个废物一死，陆家群龙无首，必然大乱。到时候，姑再带兵去英雄救美。到那时，姑就是陆婉清唯一的救命恩人。他除了依附姑，别无选择。殿下英明。这雪下的真好，正适合掩埋乱臣贼子的尸骨。等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我定要用你们这群人渣最脏的血来染红我陆婉清的嫁衣。青青，以前是爹爹没用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如今看到你出嫁，爹这心里又是高兴，又是不舍。云恒这小子是爹在战场上看着长大的，他重情重义，你跟着他，爹放心。不过他要是敢对你有一丝不好，爹直接提着狂风刀掀了他的将军府。爹，您放心，云恒对我极好，女儿出嫁了也会常回来看您的。陆婉清，你本该是姑的太子妃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另嫁他人？陆婉清，今日你若踏出陆府大门，便再无回头路。婉清，我裴云恒今日10里红妆娶你过门，此生执子之手，若有万难阻挡，本将便遇神杀神，遇魔屠魔。你们终究是按捺不住，使出这等下作手段。可惜今天这里就是你的埋骨之所。一群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！陆家军听令，给本将速战速决，一个不留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是三皇子和秦尚书，是他们指使我们刺杀裴将军，并栽赃给陆家。将军饶命啊！既然刺客招供涉及三皇子与秦家，而陆家作为当事人，亦有勾结嫌疑。来人，将新娘和裴云恒带回东宫审问，大婚暂停。太子殿下这禁卫军来的可真够巧的，倒像是专门躲在暗处等着看戏。哈哈哈！裴云恒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太子殿下，你怕是高兴的太早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与姑将这两个逆贼拿下！太子殿下好大的威风！今日是我大婚之日，你竟私调东宫禁卫军强闯，眼里可还有王法？王法？姑就是王法！陆婉清，你宁可嫁给一个废物，也不肯回头看姑一眼吗？回头？前世被你折磨致死，我成了孤魂野鬼，飘荡了整整10年，我怎么敢回头？陛下早有密诏在此。
陛下命本将暗中调查三皇子与秦家结党营私、通敌卖国一案。今日刺客当众现身招认，正是人赃并获。至于太子殿下，你私自调动东宫禁卫军阻拦本将查案，到底是想协助拘拿涉事之人，还是想杀人灭口，包庇秦桑桑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私通秦家，心怀异志，诸事有据，着即送入天牢监禁，秋后再行定刑。钦此。太子裴野识人不明，包庇纵容，即日起免去监国之权，闭门思过。钦此。免去监国之权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父皇怎会如此绝情？儿臣领旨谢恩。殿下，陛下让老奴带句话，不要为了一个女人丢了江山。为了个女人，连江山都快丢了，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！什么爱美人？依我看，是自作自受，色令智昏。殿下，这高位爬上去不易，跌下来可是会粉身碎骨的。今日多谢殿下为民女的婚礼添了这么一出好戏。陆婉清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设局害姑！哼，裴烨，输了就要认。本将的夫人，还轮不到你一个无权无势的禁足皇子来指手画脚。陛下口谕，吉时已到，准裴将军陆大小姐继续完婚。别怕，有我在，跨不去。一拜天地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。我裴云恒此生唯卿一人。二拜高堂，陆家的列祖列宗，爹娘，青儿今日成亲了。陆家通敌之冤已雪，青儿没给陆家丢脸。夫妻对拜。前帝有被裴野和秦桑桑算计，全族覆灭，凄惨的死在冷宫里。那一幕幕就像是一场噩梦，而现在，噩梦终于彻底烟消云散了。这一世，我终于避开了深渊，嫁给了这个真正爱护我、值得托付一生的对的人。送入洞房。婉清，这一天我等了太久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妻，生死契挂，荣辱与共。我要先盖头了。累了一天，饿坏了吧？先吃颗青梅压一压，酸不酸？不酸，甜的。青青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这一生，我定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你掉一滴眼泪。陆婉清，你本该是姑的太子妃，你为什么要嫁给裴云恒那个废物？陆婉清，姑不甘心，姑一定要杀了裴云恒，把你抢回来。夫君，这一世我们生死相随，生同亲，死同血，绝不负你。你醒了，怎么不叫醒我？看夫人睡觉，看多久都不累。今日是新婚第一天，我是不是得赶紧去给家中长辈敬茶？若是去迟了，旁人该说我不懂规矩了。放心，在将军府，你想何时起就何时起。你要亲自帮我梳头描眉，以后每日我都亲自为你梳头描眉。将军、夫人，洗漱的热水备好了，放着吧。今日府里不用备膳，我带夫人出去吃。裴将军，今日带姑娘出来玩啊？什么姑娘？这是我家夫人。尝尝这个，这家酒楼的早点是京城一绝。
秦桑桑机关算尽，到头来竟落得这般自食恶果的下场。自作自受。当初他敢那般算计你，这大牢便是他最好的归宿。青青，在这京城里，谁若敢伤你一分，我便要他整族来陪葬。桑桑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姑送你体面上路。秦家谋反，罪无可赦，你必须死，才能平息父皇的怒火。情分，你跟我谈情分？裴炎，你这个冷血无情的怪物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为了讨好陆婉清，竟然亲自来杀我，真是讽刺！闭嘴，把酒喝了。我会在地狱看着你，你永远也得不到他，他恨你入骨。姑得不到他。裴云恒明天就要出征了，等他死在战场上，青青还是姑的。青青，这玉佩留给你，见玉如见我。这可是你的护身符，战场凶险，你把它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我裴云恒的护身符从来不是一块石头，而是你。在京城等我，最多3个月，我一定踏平敌军，凯旋回朝。这天下我能守，我也定能。裴云航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刀枪无眼，但你若少一根头发，你就别想再进我陆家的门。我陆婉清的夫君必须是完完整整回来的战神，绝不能做食言的懦夫。哈哈哈！夫人有令，为夫万死不辞。出发！裴云恒，3个月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的战神？姑倒要看看这必死的战场，你拿什么破？3个月后，姑要看到你陆家门前的满门白帆。青青，等你成了寡妇，姑看你还能往哪儿逃？大将军夫人的车驾在此，何人敢拦？退下。姑来见大将军夫人。青青，裴云恒已经出征半月了，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他这一去能不能回来都两说。你一个人在京城多孤单，只要你现在点头，姑随时可以接你入东宫。名分、地位，你要什么姑就给你什么。他裴云恒能给你的，姑一样能给你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太子殿下竟公然骚扰守城将士之妻，你把皇家颜面置于何地？姑是心疼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心疼我？臣女虽体弱，但陆家军的骨气还在。夫君在前方浴血奋战，殿下却在后方纠缠其发妻，当真是让天下将士寒心。来人，冲过去，挡路者按通敌罪论处。你敢？姑是当朝太子。通敌卖国动摇军心者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给我冲！陆婉清，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贱人！等边境的消息传来，看你成了寡妇还能熬多久！夫人，边境急报，将军在前方虽然大捷，但太子党羽暗中克扣了全部军粮。克扣军粮？他疯了吗？前方将士在拼命，他居然在后方断粮！不止如此，太子还向敌军泄露了将军的行军路线。如今将军被困在断魂谷，情况危急。断魂谷那可是死地啊！将军没粮没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裴炎，你果然还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通敌卖国，你连大夏的江山都不要了。裴云恒为了护这天下伤痕累累，你却在背后捅他最致命的一刀。云禾，随我入宫。入宫？夫人，我们现在入宫能做什么？我要面见圣上，拿着这封密信，亲自弹劾太子克扣军粮，通敌谋反。
夫人，这不对劲啊！这大白天的，皇宫大门怎么关得这么死？不只是宫门紧闭，你看看周围，连一个守卫的禁quân军都没有。平日里这里都是重兵把守，今天怎么冷清的像座死城？宫门无故紧闭，守卫全无，难道裴炎已经动手了？夫人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？奴婢觉得这里太诡异了，恐有埋伏，不能退。裴云恒在前方等死，这是他唯一的生路。今天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必须闯进去。大将军夫人请留步，陛下身体欠安，如今概不见客，您请回吧。让开！我有10万火急的前线军情面呈皇上，耽误了战机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奴才也是奉命行事，夫人今日就是说破了天，也进不去。面圣从未如此艰难，今日连个通传都不肯，难不成皇上已经被裴炎软禁了？婷婷，不用喊了，你今日是见不到父皇的。裴炎，皇上身在何处？我要面圣。父皇风寒入骨，昨夜已经陷入昏迷，如今朝政由孤暂代。风寒入骨，你以为这种拙劣的借口能骗得过天下人吗？他竟然公然软禁了皇上，现在朝廷都在他的掌控当中，该如何是好？天下人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这京城是孤说了算。裴炎，你克扣前线军粮，通敌通汉的罪证就在我手里，你以为你能只手遮天吗？罪证？哈哈哈哈！你真是天真的可爱。你以为你那个好夫君还能活着回来给你撑腰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孤刚刚接到边境急报，裴云恒在断魂谷遭遇伏击，坠入万丈悬崖，尸骨无存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撒谎，他不会死，他答应过我会平安回来。他回不来了。断魂谷是什么地方？你比孤更清楚。没有军粮，又被敌军包围，他必死无疑。他死了，青青，他死了。你终于只是孤一个人的了。青青，他已经死了，你到现在还要为了一个死人抗拒孤吗？裴炎，你以为他死，我就会妥协吗？他不死，你尚有靠山。如今他尸骨无存，你除了依附孤，还能如何？裴云恒，我不信你真的不在了。在我找到你之前，我绝不会向这个卑鄙小人屈服。你记着，我生是裴云恒的妻子，死是裴家的魂。你若敢逼我，我便抬着棺材进你东宫，在你登基那天自刎。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这个皇帝逼死有功之臣的未婚妻，让你生生世世背负暴君之名。抬棺自刎，你宁愿死，宁愿让孤一世英名尽毁，也不肯顺从孤。裴云恒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竟然如此狠心！传孤旨意，封锁陆府和将军府，断水断粮。孤看他能撑几天？小姐，外面全是太子的人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刚才送饭的婆子说，水和粮食最多只够撑3天了。大少爷和二少爷还在边境，将军也被太子软禁在军营。我们现在孤立无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云恒绝对不会死，前世他被称为不败战神，怎么可能死在裴野这种卑鄙的小阴谋里？即使没有消息，那一定是在等待反击的时机。有我在这里，将军府就垮不了。他一定在等机会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必须坚守住将军府，配合他。夫人，太子派兵将这里围得密不透风，若他们强攻，我们该如何防守？把后院的桃花树全部砍倒，立刻用这些木材做成防帐，堵死府内所有的防守死角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还有这口水井，是全府上下的命脉。从现在起，派人12个时辰严密看管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接近，谨防被投毒。请夫人放心，属下定会用性命死守水井，绝不离人。小姐，今晚已经是第3天了，我们的粮食真的快要见底了，外面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沉住气。小姐，你听，这是皇宫方向传来的钟声。云亭丧钟响，九幽大门开，这是皇权易主的丧钟。看来是裴野按耐不住篡位了。新皇登基，我们陆家定要送上厚礼。父皇，时辰到了，请您在诏书上盖印，退位让贤了。
一此，你通敌卖国，陷害良将，大夏江山迟早亡在你手里。老东西，你以为那个裴云恒还能回来救你？他早就死在断魂谷了。今天谁也挡不住蛊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蛊今日登基，谁敢不从？去将军府，把陆婉清接来。勿要在登基大典上当众封她为后。殿下，那陆姑娘性子刚烈，若是在大典上她誓死不从，该如何是好？若她不从，就当着她的面把陆将军斩首。属下领命，这边去办。裴烨，你的动作真快啊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皇后，今日是姑的登基大典，你为何穿一身素衣，成何体统？大喜之日，裴烨，你配吗？我穿素衣，是为大夏的江山哭丧，是为我夫君裴云恒哭丧，更是为这个弑父夺位、通敌卖国的暴君哭丧。裴云恒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便看着我今日如何撕开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。陆婉清，你找死！来人，把陆将军推上来斩了！青儿，莫怕，陆家门风只有站着死的鬼，没有跪着生的奴，绝不向暴君低头。斩了他！立刻给姑斩了他！报！裴云恒率领陆家军和边境大军已经攻破城门，杀进皇宫了。胡说八道，这不可能！裴云恒早就死了，哪里来的大军？云恒，我就知道你还活着。这不可能！你追下了断魂谷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断魂谷下有本将安插的接应死士，太子殿下漏算的实在是太多了。父亲，小心！岳父，你受惊了，云恒来迟。好孩子，老夫就知道你小子命大。裴烨，你通敌卖国，陷害忠良，如今你大势已去，还不束手就擒？羽林军护驾！启禀裴将军，作乱的逆贼已全部肃清，御林军2万将士誓死效忠大夏，听凭裴将军差遣。这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，姑才是大夏的皇帝，你竟敢背叛姑！末将效忠的是大夏，是明君，绝不效忠一个通敌卖国、弑父篡位的逆贼。血口喷人，姑是正统，姑手里有父皇的退位诏书，你们这是造反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你与敌国勾结，出卖我大夏边防图的密信，上面刻有你的私印。这果真是太子的私印！你这逆子竟然为了皇位通敌卖国！通敌卖国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请裴将军诛杀逆贼！都是假的，姑是皇帝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败。裴烨，你通敌在前，谋逆在后，你以为皇位是你的避难所，他只会是你的审判台。陆婉清，你这个毒妇，姑当初就该除了你！你没机会，来人，将这逆贼拿下，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裴云恒，你就算赢了姑又如何？老东西已经不在了，大夏群龙无首，迟早要败。天地大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
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绝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？逆子裴炎，弑父篡位，通敌卖国，天理难容。即日起废去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圈禁于凤阳阁，非死不得出。其党羽一律抄家问斩。我是皇帝，我才是大夏的皇帝，你们都得跪下。裴爱卿、陆爱卿，此次救驾有功，护我大夏江山社稷，功不可没。裴云恒，朕封你为平北王，世袭罔替。陆婉清，封一品诰命夫人。臣妾叩谢圣恩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晴婷，你来看姑了。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姑的。姑要把这天下都送给你，你别跟他走好不好？裴爷，这一世的因果是你应得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与你再无纠葛。陆婉清，你不能走，姑才是皇帝，你给姑回来！如今新帝已经顺利登基，朝政清明，四海升平。我也已经上表陛下辞去了大部分军权，今后只当个闲散的平北王。名震天下的裴大将军，说不当就不当了？你就不怕别人在背后笑话你英雄气短，只顾着守在内宅？旁人如何议论，与我何干？我这平北王只想守着我的王妃。夫人，今天身体感觉如何？胃口可还好？好得很，这青梅酸酸甜甜的，吃着正舒服。太医今早来瞧过，说你体内的寒毒已经彻底清干净了。只要以后好好调理身子，定能长命百岁，白头偕老。那当然，我一定能活100岁，天天吃你买的青梅。裴云恒，你可不准嫌烦。本王求之不得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甘愿为夫人买。青儿怎么了？刚在院里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病倒了？岳父大人，倾听刚才在秋千上突然恶心干呕，我已经让人去请太医了。太医，快给王妃瞧瞧！恭喜王爷，王妃这是喜脉呀！已有2个月身孕，且由于调理得当，母子均安。倾听，我要当爹了！臭小子，放开我女儿！死者没轻没重的，别动了胎气。爹爹，娘亲，看蝴蝶！臭小子，又偷吃你娘亲酿的青梅。你爹我当年统帅3军都不敢动你娘的一草一木，你胆子倒是不小。爹爹不许告状，娘亲会揍我。裴大将军，谁要在背后告本夫人的状啊？这江南的水乡，难道还治不住你这京城的战神？治得住，这全天下也就只有你陆婉清。
能把我裴云恒吃得死死的。3年前的京城，我们踩着尸山血海杀出一条血路，那时我就在想，到底要多大的运气，才能换来今天这太平盛世里的一声爹娘？青青，外人都说我裴云恒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垂手可得的皇权都不要了，是个疯子。可他们根本不懂，我用3000铁骑踏平那座皇城，不是为了君临天下，只是为了能在这个有你的江南陪你虚度光阴。那这笔买卖，战神大人可是赚大了。青青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梦。我真怕梦醒了，你就不在我身边了。不是梦，云恒，这不是梦。这是我用2世的清醒换来的圆满。你曾问我，为什么在绝境中偏偏选了你？因为这世上只有你不嫌我的手沾满鲜血。云恒，谢谢你，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。因为有你，我现在很幸福。